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偶然刷到过那么一个热搜？我刚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。标题的大概意思是说，周深又因为男不男女不女这种老掉牙的审美争议被骂了，还配上了演都不演了这样带着点情绪的字眼。看到这些，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。在这个互联网记忆只有7秒的时代，有些偏见就像顽固的青苔，哪怕你已经在阳光下走了很远，它还是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悄滋生。咱们今天不聊什么深刻的乐理分析，也不做那种正儿八经板着脸的乐评，就是像老朋友坐在一起，随便聊聊周深，聊聊音乐，聊聊咱们在生活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。要是你觉得聊得还算对胃口，以后咱们再多交流。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些事儿，都是基于公开的资料和我自己的一点感受，大家看个乐呵，理性探讨就好说回周深。其实，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他最近的动态，就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争议，在实打实的好作品面前，真的显得特别苍白，甚至有些可笑。就拿6月25号刚上线的那首网剧主题曲《千香》来说吧，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？反正我第一遍听的时候，是特意挑了个安静的晚上，戴着耳机，闭着眼睛听完的。怎么说呢？他的声音一出来，那种空灵的国风唱腔，配上旋律里那种深深的宿命感，瞬间就把人拉进了一个烟雨蒙蒙的江南，或者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凄美故事里。那种感觉，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做出来的，靠堆砌词藻拼凑的古风，而是真的有灵魂在里头唱歌，有情感在里头流淌。这首歌一上线，各大平台很快就传开了，评论区里全是单曲循环，听得起鸡皮疙瘩，头皮发麻这样的留言。但最让我感动的，其实不是那些华丽的数据和热搜，而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一些真实反馈。前阵子不是刚高考完吗？很多学生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备考日记和心情。有个孩子说，高3那年压力大到整夜睡不着，模拟考成绩一掉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哭，觉得天都要塌了。是周深的歌陪他熬过了那些最紧绷、最崩溃的时刻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深夜的书桌前，台灯亮着，做不完的理综卷子，背不完的英语单词，心里慌得不行，对未来充满迷茫。这时候，耳机里传来周深干净、通透的声音，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，告诉你没关系，慢慢来，都会过去的。这种来自真实生活的反馈，这种在人生高压和低谷时给予的安慰和支撑，比网上那些敲着键盘骂他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要有力量的多，也真实的多。音乐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？它不能帮你做题，但它能帮你缝补破碎的心情。除了音乐，最近他在综艺里的表现也真的让我刮目相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现在很多明星上综艺总有一种端着的感觉，生怕自己形象受损，包袱重的不行，说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过3遍。但周深不一样，他现在上节目给人的感觉就是2个字，松弛。他完全没有那种我是大明星的架子，反而特别接地气。在节目里，他经常自黑，接梗也特别快，有时候甚至有点搞笑男的潜质。你看着他跟其他嘉宾插科打诨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毫无顾忌，你会觉得这哪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歌手啊，这就是咱们身边那个特别有趣、特别真实的朋友。其实，这种没有偶像包袱的真实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圈粉利器。大家看综艺，图的就是个放松，谁愿意看一个时刻紧绷、完美无瑕的假人呢？周深用他的幽默和真诚，刷新了很多人对他的固有印象。大家发现，原来这个唱着仙气飘飘歌曲的歌手，私底下这么可爱，这么有烟火气。这种反差真的挺迷人的。在现在这个大家都活得很累、很紧绷的时代，周深身上那种难得的松弛感，就像是一阵清风，吹散了很多人心里的烦躁。说到这里，我其实挺感慨的。回想他刚出道那会儿，因为声音的特殊，承受了太多恶意的揣测和攻击。男不男女不女，不男不女这些词，像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。那时候的他多小心翼翼啊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眼神里总带着点怯生生的感觉，生怕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个动作，惹来更大的麻烦。但现在呢？你看看他现在的状态。春晚舞台，他去了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稳稳的压轴，或者唱那些难度极高、需要极强控制力的歌。海外巡演，那更是火得一塌糊涂，足迹遍布4大洲，场场爆满。你知道在海外演唱会上看到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人跟着他一起合唱大鱼是什么感觉吗？那种震撼，那种跨越文化和语言共鸣的自豪感，是真的会让人眼眶发热的。从作品到舞台，再到跨界的表现，周深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稳定、持续上升的状态。
他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他只需要在舞台上唱他想唱的歌，做他想做的事。曾经那些关于他声音的争议，现在去哪儿了？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互联网上总有那么几个角落，藏着一些固执的声音。但是，这些声音已经被他巨大的作品声量给淹没了。不是争议本身消失了，而是他的实力和舞台表现已经强大到让那些讨论失去了重心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你在爬山，山脚下的人还在争论这棵树长得直不直，叶子绿不绿，而你已经登上了山顶，看到了云海和日出。山脚下的声音你早就听不见了，你眼里只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为什么总有人喜欢给人贴标签呢？男歌手就该有男歌手的样子，女歌手就该有女歌手的样子，这种观念到底是谁规定的？审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极其主观的。就像有人喜欢吃香菜，有人觉得香菜是噩梦，有人喜欢摇滚的躁动，有人喜欢民谣的安静。周深的声音是老天爷赏饭吃，是他独一无二的天赋。他的声音里有女性的柔美，也有男性的力量，这种雌雄莫辨的特质恰恰是他最珍贵的地方，是他能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底气。用单一的刻板的性别标签去衡量一个歌手的音色，其实是一种审美的贫乏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一种拒绝。鱼入大海之后，自然不会再困于浅滩之争。周深早就游进了属于他的那片汪洋大海，他在那里乘风破浪，自由自在，去探索更深的海域。而真正困在原地的，或许并不是被讨论的他，而是那些仍然执着于单一标签，不愿意接受世界多样性的人。他们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狭小的认知牢笼里，看着笼外的广阔天地，却只能发出几句无力的抱怨。这其实挺让人遗憾的，因为他们错过了太多原本可以欣赏到的风景。聊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听歌就好，感受就好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能有一个声音，在你疲惫时给你安慰，在你开心时陪你雀跃，这就足够了。周深用他的努力和天赋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他值得所有的掌声和鲜花，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至于那些杂音，就让它随风散去吧。毕竟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作品会留下痕迹。希望我们都能像周深一样，不管外界有多少嘈杂的声音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海，然后勇敢地游进去，不再回头。